嗨，大家好，这里是方竹时间，我是方竹。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两个一衣带水的邻居——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很多人都知道，新加坡在几十年里的飞速发展，成了一个全球瞩目的精英小国。方竹呢也做过很多期相关的节目。然而，你可能不知道，在多年前的那个当年，如果让大家下注，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更有前途的应该是马来西亚。它国土更大，资源更多，人口也更多。然而，半个多世纪之后，现实却完全相反。新加坡的人均 GDP 接近9万美元，而马来西亚徘徊在1.4万美元左右。而这巨大的差距仅仅是冰山一角。我们来看一组关键的数据。首先看收入，新加坡2024年居民工薪中位数每月约为5500新元，而马来西亚2024年年末至2025年年初的工资中位数仅约为3000令吉，大约915新元。就一个普通上班族生活的起点，就已经是两个世界了。再来看教育，新加坡几乎所有的适龄青年都进入了大学，高等教育入学率接近98%，而马来西亚这个比例只有41%。教育的差距直接决定了未来知识红利的差距。再来看资本，2024年新加坡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高达1920亿新元，而马来西亚是515亿令吉，大约是158亿新元。这是全球资本在用真金白银投票。新加坡是东南亚的磁场，而马来西亚仍在追赶。再来看通胀，马来西亚2025年的通胀率约为1.3%，物价上升明显，而新加坡的核心通胀率约为0.6%。差距不在于有没有压力，而在于能不能把压力稳定住。我们从收入、教育、资本再到生活成本，这些数字在短短几十秒内就已经清晰地揭示了两条路径：新加坡飞升，马来西亚被困。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马来西亚为什么会卡在中等收入的陷阱里，以及它有没有机会挣脱出来。这里是方竹时间，我是方竹，欢迎和感谢您点赞订阅我们的节目。1965年，新加坡被迫从马来西亚联邦中脱离。当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呢，这个没有腹地、没有资源的小岛注定活不下去。用李光耀先生自己的话说呢，我们像个被遗弃的孩子一样，被扔进了残酷的世界。相比之下，马来西亚手里有一副好牌：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土地、庞大的人口与市场。这一切看起来，马来西亚比新加坡更有未来，这也是当时的共识。然而，正是这些天然的优势，也成了路径依赖的起点。当一个国家可以轻松地靠卖资源赚钱的时候，他还会愿意去进行艰苦的高风险的产业转型吗？这就像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二代，他可能永远也无法理解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为何要拼命工作到凌晨。那马来西亚的结构性困境究竟有哪些呢？方竹总结了3点。马来西亚经济的第一个困境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它在完成了工业化初期阶段后呢，人均收入达到了中等水平，但由于无法进行产业升级而停滞不前。马来西亚的制造业，尤其是电子电器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长期扮演着代工厂的角色。当劳动力成本上升，其他更廉价的东南亚国家崛起的时候，马来西亚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他想往高端走，但缺乏技术累积和人才；想继续靠低成本，但又竞争不过更便宜的对手。于是他就这样被困在了微笑曲线的底部，进退两难。如果经济困境是表象，那么族群政治就是深层的病灶。从1970年开始，为了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马来西亚政府实施了新经济政策 NEP， 其核心呢就是马来人优先。这个政策带来了表面上的公平，却在深层次上削弱了经济效率，而且在漫长的执行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
负效应之一就是人才流失，制度性的不公导致了严重的人才外流。目前约有5.5%的马来西亚人在国外工作或居住，这个比例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更严重的是，流失的不仅仅是数量，而是结构性人才。流失的人才当中，很多是具备高技能、高教育背景的年轻人，他们是国家发展最需要的源头，却因为缺乏机会、教育和稳定性而选择移居海外。尤其是新加坡，自1970年代以来，估计累计已有200万马来西亚人长居国外。再有的负效应就是政治内耗。族群政治也使得政治资源被过多地分配在了身份安抚和内部利益分配上，而不是长期的产业转型和国家治理。不同的族群政党为了争夺选票和资源，频繁上演政治斗争，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我们再说回马来西亚的结构性困境，政治治理的短视也严重制约了马来西亚的发展。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政治环境是吸引长期投资的基石，但马来西亚却频频地更换政府。臭名昭著的伊马发展公司贪腐案，更是对马来西亚治理体系的一次沉重打击，极大地消耗了国内外投资者的信任。一句话来总结，马来西亚不是缺少资源，而是缺少一套能够将这些资源和人们的潜力高效转化为国家竞争力的制度合力。我们再来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路径依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加坡的成功源于一种逆向思维，它把没资源、没腹地等劣势都变成了发展的动力。首先是强烈的危机意识，从被踢出联邦的那一刻起，新加坡就深知没有任何退路。这种危机感就像一根鞭子，时刻驱动着它不停地往前跑，从不满足于现状。再有呢，就是高效的制度。新加坡政府实施精英治国体系，公务员体系以高薪养廉，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为国家服务，并杜绝腐败。再有就是精准的全球定位，新加坡有着极强把劣势变成优势的能力，它主动将自己定位成国际金融、贸易、交通、信息和人才的节点城市。这种节点模式让新加坡成了一个全球供应链的中心，任何人都绕不开它。相比之下，马来西亚陷入的是有资源却没有把资源转化为制度红利，有人口却没有把人口变成人才优势。在这里呢，我们再为关注马来西亚未来的马来西亚的朋友总结一下马来西亚所面对的现实的挑战和未来的机会。现实的挑战是人均收入徘徊不前，年轻人抱怨工资跟不上生活成本，大量优秀人才继续外流，主要流向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再有呢，就是制度改革难以推进，政治内耗常常消磨掉经济发展的动力。那马来西亚还有机会吗？当然有。马来西亚拥有年轻的人口和高互联网普及率的优势，数字经济可以成为新的增长点。作为东盟的地理中心，马来西亚连接着中国与东南亚，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再有呢，就是制度改革，如果能够逐步弱化族群政治，释放社会效率，它仍然有起飞的可能。但是，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马来西亚需要一套新的认知框架，不是靠资源安逸，而是靠危机感逼自己转型。值得关注的是，马来西亚政府在2025年的预算中拨款4210亿令吉，大约1285亿新元，这是历史上相当高的一笔预算，占 GDP 的约 20.2%。这显示政府已经意识到需要通过财政投入来推动改革，包括在教育、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和补贴制度等方面。如果这些投入能被善用，不被效率问题所拖累，马来西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同根却不同命？新加坡把危机感变成了制度设计，用制度的确定性应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
马来西亚呢，把资源优势变成了路径依赖，用过去的成功困住了未来的发展。这两个国家的命运决定性的因素，并非在于他们拥有多少天然资源，而在于他们有没有能力把资源转化为长期的竞争力。最后，房主想问的是，您觉得马来西亚能跳出中等收入的陷阱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也有请朋友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房主时间。房主祝您好运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见。